让华泽集团能够与首城电力公司或者其他国家的能源企业尽早的落实合作，才是重中之重，这是大局。懂了，那就立刻结案。至于那条落网之鱼，我们在下面查。不管怎么说啊，你们也算立了一功。局里决定给你们放2天假，放松一下。才2天呀，稍微有点不敞亮啊。你准备放几天？放2年？可以。不，我觉得别，可以提前退休了。According to reports,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lawfully arrested and put on trial Sander Bowie and other suspects. Meanwhile, Capital City Electric Power Corporation has officially announced the termination of all cooperation with the Zhonan power plant. The company has also expressed its intention to initiate a new round of negotiations and cooperation with China's Huazi Group. Mr. Xie Xiwan, the former head of the negotiation team, has been successfully transferred from a Chinese hospital back to our country and is currently in stable condition. 我国的重要技术、重要人才、重要资源已经位于世界前列。这件事说明，在新时代的世界格局下，国家将要迎接新的挑战。在这里，允许我深深地感谢奋战在隐蔽战线的国家安全部门的同志，他们用行动证明了那句话：正义永不缺席。哎，小心这个比较重，谢谢。小曼，阳光，哎，好巧啊！真是你啊！你这什么情况？要搬家啊？啊，我男朋友说想换一个环境更好的，方便我们俩工作啊。哦，哦，我这是给你介绍一下吧，卢卡。卢卡，和你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卢卡莫里，这是阳光，我球友。你好，杨先生，哎，您好，多次听小曼提起，很荣幸认识您。久仰久仰。其实我之前见过您。你见过？对，就那次在酒店那个读书会，我去了。啊，你怎么不跟我说呢？我看见你了，在台上陪着卢卡先生一直在那儿翻译，就没好意思打扰你。然后正好那天我也见到你给我介绍那个赵总。赵亚宁，你们认识了？怎么认识的？就那天读书会完了之后，不是有个酒会吗？我们就你们认识了。我以为他会跟你讲呢。可以呀。哎，怎么样？她漂亮不漂亮？行了，你当着你男朋友别这么八卦行吗？没事没事。哎呀，挺好，你的问题也解决了，祝你们幸福啊！看这单身狗酸的啊！我什么时候也能祝福你呢？等我信儿呗。行吧。那等我们之后收拾好了，你有机会来我们新家坐坐啊。没问题啊，到时候把地址发我就行。好嘞。行，那到时候打球见。拜拜。拜拜拜拜。差不多了，上车吧。走。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有点不自然啊？没有吧？这是你的球友啊？嗯，我们一个小区羽毛球社团呢。他是做什么的呀？感觉很悠闲。好像开商贸公司的吧？好像。看来你们2个都不是很熟。他开公司，感觉气质不太像，是不是没有告诉你真实身份呀？我们都打了2年多羽毛球了，又住一个小区的，我还不知道他呀。
请进。哎，鲍主任。哦，杨处，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啊！哎，鲍主任，哎，老刘呢？这2天累着了，腰椎间盘又犯了。找俩腰好的，把东西赶紧给您送过来，2份啊。这是什么呀？这是在犯罪嫌疑人的藏身处沙发上提取的毛细纤维混合物，您帮我仔细查一查，看看是否出自同一个人身上。好，我尽快。得嘞，拜托了啊，不耽误您时间了，走了。行，慢走啊！哎，拜拜。剩下这个漏网之鱼就是咱们自己的事儿了。你觉得这16个嫌疑人里哪个最有停准？嗯，今儿咱能不聊这些吗？换一天脑子行吗？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出来了。那您今天准备做什么呀？有饭局，还有饭局，说，都有谁？杨为民、李青春。李青春是谁呀？哎，老伴儿，儿子回来了。啊，儿子。哎，妈。哎呦，儿子啊，你回来怎么不发个微信？过来，让妈抱抱。给您个惊喜。哎呦，我太想你了。行。啊，对了，给您买的水果还有这奶，您记得喝啊。哎，买了我爱吃的香蕉。哎呦，儿子啊，你好像都瘦了。没有吧？怎么没瘦？啊，对了，一会儿妈给你做你最爱吃的可乐鸡翅。不用，随便吃一口就行。呀，等着啊。好嘞。还知道回来呀？家门都找不着了吧？啊！您这天要这么聊的话，我是不是现在就应该走啊？你还来劲了是吧？这么长时间了，你都不知道给家里发个微信问候我们俩一下啊？错了，下次一定改，行吗？这还差不多。您这是不是晒黑了？在三亚没少晒太阳啊？是吗？啊，这黑了不是健康吗？行，您高兴就行。是。今年4月举行的亚洲核能高峰论坛上，中方核电供需专家孙耀宽先生在会后不幸突发心脏病离世，当时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经过我国国家安全部门周密的调查后，最终确定孙先生的死并非正常死亡。这件事是非政府情报组织赫尔墨斯所为，目的是窃取我国最新的第4代核电技术。这跟你们有关系吗？是你们办的吗？不是。看来这形势还真挺复杂的，这身边的坏人可真不少啊。看来这个安庆工作确实是很重要。您什么时候思想觉悟变得这么高了啊？怎么说话呢？你老爸我觉悟一直就很高。你别看我退休了这么长时间，我现在还是他们小区的治安积极分子呢。哟，那这老了也算梦想成真了吧？那倒不至于。您这底下队员都是一帮老太太吧？去，少操心点队长的事儿，管管您和我妈的身体啊。哎，那不值了。想好了吗？下一站准备去哪儿玩？去开门。哎呦，差点撞着我！哎，叔叔阿姨，哟，李健来了，给您买点东西。欢迎来就来吧。哎，别嫌弃啊！真是的。哎，换鞋了你。自己有家不回来，我们家干什么呀？我爸妈出去旅游了，上您家蹭个饭。哎呦，欢迎！握握手。胡说吧，闻着味儿就来了。嘿，哎呦，这孩子鼻子真好使。哎，真行。 6个了啊。你少吃点啊，你给我爸妈留点不行啊？不，可劲儿吃啊！我们这岁数大了，吃饭得控制啊。来着。条叔叔多大方，看你抠死我。这还堵不上你嘴是吧？7个了啊。多吃啊，小黎呀，你女朋友的事儿怎么样了？
我不着急，阳光都不着急，我着什么急？问你呢，你往我这儿拐什么呀？合着俩人都没有。哎呀，之前我和叔叔还商量着呢，说呢把这套房子给卖了，再远一点儿买2套，一套我们俩留着住，另外一套给阳光当婚房。哎呀，这一直不找女朋友，我们俩的愿望啊，一时半会儿是实现不了了。真是，别操心我的事儿了，我这挺好的，照顾好你们俩的身体，就算对我最大的帮忙了。感情这事儿吧，也不是急得来的事儿。当爸妈的能不着急吗？那我爸呢？他跟您结婚那会儿，他都30多岁了，在您那个时代，他这也算大龄青年了，对吗？哎，我那会儿是忙于工作。得了吧，还不是因为你穷，也就我不嫌弃你吧。一个工厂保安科的，假装是刑警，天天想着抓贼，这一辈子也就抓了几个偷摸拿零件的。没劲啊！这当这孩子都有短啊，是啊。摊儿我能。可以来着。哎呦，我就喜欢李健这孩子，实在，你知道吗？哎呀，真舒服呀！你还能想起来上次咱俩这么在路边吃烤串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吗？嚯！我这可想不起来了。您这么会儿，吃这么多了，在家基本上没怎么吃，我爸我妈做饭啊太咸，说了他们多少年了，就是改不了。哎，就那么咸一盘菜啊，你怎么就给扣一块，哐哐哐就给造了？我吃的那是饭菜吗？那是人情世故。人情世故非其手啊！是我应该买矿泉水，越喝越渴。你说你也挺逗的啊！跟你爸妈吃饭就跟你爸妈吃饭呗，还杨伟民、李青春，李青春那名儿叫挺直白的啊，不是你想的“青春之歌”那“青春”俩字啊。我妈那“青”啊，是一3点水加一“清”，清清泉水的意思。哦，那“春”也不是春天的“春”，是一木字旁加春天的“春”。哦，取自庄子的“上古有大春，健康长寿”的意思。这么有文化？你以为？这有寓意啊，这里边。哦，那你爸那个呢？杨伟民，有什么寓意？为人民服务啊！这你这，哎呦我天哪！哎呦，你逗我玩吧，你就一天天的。梁耀德，喂，你说。杨处有重大发现。车是在天利庄园附近商场的地下车库入口处，监控视频里发现了，和之前在天利庄园嫌疑区域出现的是同一辆。还真是他。也就是说，在桑德接到信息的那个时间点，出现在天利庄园那个嫌疑区域，正在使用手机的人就是赵亚宁。喂，你好。好的。杨处，华主任电话。喂，华主任您好，是检测结果出来了吗？这2份标本因为温度和湿度原因，化验结果会有一点点的误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啊，这2份体积物来自2个人。性别能确定吗？有没有女性？这个我还需要进一步的化验，你得给我点时间。我等您消息。你觉得赵亚宁有可能是桑德鲍伊的接应者？虽然现在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赵亚宁进入过天利庄园桑德鲍伊的别墅，但是根据我们现在目前掌握的线索，很有这个可能。首先，在抓捕桑德鲍伊那天晚上，那个接应者一定是直接看到了我们的抓捕行动，才能够及时通知桑德鲍伊撤离。而那个时候，赵亚宁就在天利庄园别墅区内。其次，我们通过追查短信，
找到了发送短信的具体位置，就在天丽庄园内部一个直径30米的区域范围，和张亚宁所处的位置一致。再有，当天晚上桑德鲍伊收到手机短信的那一刻，我们追溯监控，发现在同一时刻，赵亚宁正好也在使用手机。赵亚宁和那个接应者，无论从行为、逻辑，还是时空上，都高度吻合。其实，在收尸员坠崖案之后，我对赵亚宁就亮明了我的身份，他也一直很配合我们的工作。我已经逐步打消了对他的怀疑，直到这张照片的出现，所以我需要对赵亚宁做进一步的深度调查，尽快确定他的真实身份。我只问你一点：如果张亚宁和桑德鲍伊是同伙，那次你在金州遇袭，他为什么要救你？那时候他可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当然了，我不反对，尽快的搞清楚他的身份。首城电力公司已经彻底放弃了和周南电厂的合作。华泽集团内部，向太生接替了柳新年的全部工作。目前，首城电力公司又重新联系了华泽集团，今天展开初步会谈，在情报和安全方面不能出任何差错。明白。所以我想向您申请，对赵亚宁上技术手段，因为一般的手段对他而言毫无作用。立德集团是跨国公司，它与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均有合作，而且，据我掌握的情况，它想重新成为这次核能谈判的公关商。这个尺度，你一定要把握好。绝不会影响核电合作谈判。3天，没有结果就得撤，时间久了，我怕出问题。3天。有句话你可能听腻了，但我还是要说，我要证据，确凿的证据。是。高温气冷堆的燃料为球形燃料，里面燃料颗粒的直径为0.92毫米，由燃料核心和包覆层组成，这样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核燃料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轻易不会发生泄漏。同时，可以让反应堆的温度超过700度，而传统核能技术安全运转上限温度为300度左右。介绍完毕。规范的技术非常成熟，我非常满意。我会催促董事会尽快达成协议。好。请允许我代表华泽集团感谢您的信任。喂，杨处。哎，赵总你好。还没来得及恭喜你破了那么大的案子。说实话，要不是看了新闻，我都不敢相信。幸亏你们把案子破了，要不然我们还蒙在鼓里，差点就被他们利用了。真应该好好谢谢你们。别客气，这本来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哦，对了，今天您有空吗？一起吃个饭啊？可能得晚点。我今天事情比较多。没问题啊，那就晚一点。等您完事儿，您给我发信息，我把位置发给您。好。位置锁定成功了，在华泽集团的办公楼。OK。
针灸，针灸，收音测试，123，123，123，声音非常清晰。收到。针灸，针灸，收音测试，123，123，123，声音清晰。赵总，哎呀，向总，您好。哎，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我不好意思，这突然造访打扰您了。请坐，请坐。好。哎呀，本来呢，我是想过2天再约您，看来今天您是有急事啊。这个，我离下个会还有10分钟，您说。好，您时间宝贵，我长话短说。我听说首城电力公司已经重启了跟华泽的谈判，我们立德想要担任这次合作的服务公关商。哎呀，这个，向总，据我了解，华泽是第一次与外方进行合作，也是跟首城电力公司的首次合作。是啊。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了解，我们立德深耕能源行业多年。跟首城电力公司有过2次完美的合作，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所以这次华泽跟首城电力公司的合作，无论是会碰到一些合作细节方面的问题，处理政府关系方面的问题，以立德的经验从中斡旋，一定能够让合作更加的顺利。是啊。更重要的是，我可以非常有信心的跟您说，我相信没有任何一家公关公司比我们立德更了解高温气冷堆核电技术，毕竟我们跟了几个月。等会儿，就是跟了这几个月，之前的那个间谍案，您是看过新闻的啊？贵公司跟莫斯商贸集团关系又那么密切，所以我们的避嫌呀，可能只能换一家公关公司啊。向总，其实我们也是受害者，在这个间谍案里面，我们立德跟莫斯商贸集团没有任何瓜葛，恰恰相反，在侦破他们的过程里面，我们帮了一点忙，起到了一些作用。这样啊？嗯。那这个，我头一回听说，只是这个消息没有得到确切的证实啊，赵总，那您的话恐怕也是一面之词吧？没关系的，向总，今天您时间宝贵，我就不展开说了。我就是希望啊，您能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跟您好好把这个情况介绍清楚。好的。哎，其实啊，立德集团的实力和您的能力，我向太生心里是有数的。今天确实是，咱们过几天再约，好不好？好，向总，那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喝咖啡，这咖啡不错啊。好，我好好品尝。老板刚刚下达了最新指令，华泽和首城合作的高温气冷堆核电站项目，我们必须拿到公关商资格。这和后续的大计划有关吗？这就是上级的最新指令，必须加入项目，不要问那么多问题。但是向太生现在明显不太信任我们。之前我们和莫斯商贸集团还有柳新年走得太近了，这层关系他很介意。有没有办法公关他一下？以现在的局势和情况，我不赞成走公关方案，容易适得其反。有道理。其实他心里并不抵触跟我们合作，他的话一本正经，其实无非是想让我们想办法证明立德和莫斯的案子无关，否则一旦出现纰漏，他这个新任总经理就变成前任了。也许阳光可以帮上我们。
现在对于华泽集团来说，他们最信任的就是帮助他们解决了大麻烦的国家安全部门。而在这个案件里面，阳光是功臣，所以阳光的话对于向太生来说肯定是有说服力的。如果阳光作为说客，或者帮我们证明一下，向总自然相信。好办法。刚好今天晚上阳光请我吃晚饭。赵总，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这段时间真的是发生了不少事。不过你知道我看到你总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什么感觉？就觉得你好像下一秒就会告诉我你还有一个别的什么身份。其实我看见你，也会有同样的感觉。是吗？杨初这么忙，怎么有时间约我呀？上一次，赵总救了我，还没来得及好好感谢。今天这顿饭，谢谢你啊！来，尝尝。其实挺奇怪的，都说一回生二回熟，按这么算，咱俩也算是熟人了。但始终感觉我们还是很陌生。你要说陌生人吧，有的时候又感觉挺熟的，你说奇怪不？你到底想说什么？你彻底给我绕晕了。其实我自己也有点晕，我就是觉得，我虽然知道你是谁，虽然知道你的工作是什么，但是对于你的工作具体内容还有工作的意义，其实一无所知。哎，说到工作，那我可是对你的工作充满了好奇，比如什么？比如抓捕桑德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不好意思啊，无可奉告。说一点嘛。总之就是很惊险。怎么个惊险法？跟拍电影似的？其实生活远比电影里面演的更狗血。当时我们抓捕桑德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后半夜了。那个时候，桑德的舰船已经驶离了码头，急速向公海驶去。然后呢？然后为了阻止他出逃，我们调派了5架直升机、5架战斗机，还有5架轰炸机。后来呢？后来桑德的舰船发现了我们，船上的炮火对我们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我们的飞机差点被击落。最后呢？别这么看着我了，我实在编不下去了，确实不能说，原谅啊，抱歉抱歉。不说算了。哎，你说要好好谢我，你准备怎么谢我？你说，能力范围之内都行。请我喝杯红酒总可以吧？太没问题了。但是就要麻烦杨初送我回家了。没问题。服务员，酒单。大家Sunny服务完毕，请记得给5星好评哟。师傅辛苦了，上去喝杯咖啡。我最近这单子有点多，都是以前的熟客，等我忙完这阵儿。案子不是完结了吗？那无可奉告。拜拜，Sunny。拜阿雷提亚。怎么样？一言难尽。怎么了？吃饭的时候一直在聊天，但吃完之后回想起来，又感觉什么都没聊。我们俩就始终在那绕啊绕啊绕。赵亚宁也不是个一般人，是个高手。避而不谈，符合嫌疑人的标准吧？杨初，人到家了。
第21届香格里拉对话会闭幕，中国国防部长围绕中国的全球安全观做大会如此发言。专家表示，中国防长发言是中国的国防政策，皇上。请您帮我办的事儿，可以不用办了。显示了，是联海的号码，一家商贸公司的老板叫董威。联海的，莫斯商贸集团出事儿，真是挺意外的啊。但是您早就有预感是吧？也不是有预感，当时就是觉得心里不踏实。所以才拜托您查莫斯商贸集团这个分公司，毕竟您在联海那么多年，资源也多。嗨，哪里，您太客气了，赵总，咱们都是朋友，没说的。杨处，马赫把赵小年外调的相关信息表发过来了。5月30日下午6点13分，赵亚宁通过延平北收费站。晚上10点32分，通过联海收费站进入了城区。5月30日晚上，赵亚宁总共通过3次电话，都是和董总的。第一次是晚上8点09分，持续时间13分12秒；晚上11点09分，第二次通话，持续时间是1分15秒；凌晨1点32分，第3次通话，持续时间是6分33秒。当天晚上赵亚宁的手机有发送短信的记录吗？没有短信记录。他要是有第二个手机不被咱们掌握，那发什么谁知道啊？下一个路口，你们上，我们先撤。收到。
阳光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怎么会这样？你们最近不是越走越近了？原因现在还不清楚，我觉得应该是我去连海监狱卢卡的时候被他们察觉到了。现在已经对我加上了监听。你出现在连海，应该有合理的理由，对吧？按照我们当时的计划，用旭辉集团的董总做了掩护。我跟他私交挺好的，没问题。必须尽快解除你的嫌疑。第2阶段的计划马上要开始了，我需要你。我明白。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我来配合你。也没吃完呢。辛苦啊。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吗？没有啊，听音乐、看电影、做瑜伽，这算发现吗？就一点异常状况都没有吗？真没有，哥。就他心情非常好，非常的休闲，我都怀疑是不是跟错人了。连海那边查怎么样？他就是和旭辉集团的人接触了2次，基本上就是酒店、公司2点一线，也没什么发现。J， 我知道了，马上回去，大概20分钟，一会儿见。应该是公司有紧急情况，老规矩，2个车轮着跟。这个路口我们执行了啊，你接着跟。收到。喂，华主任，您说。杨处啊，鉴定结果显示，你上次拿过来那2份毛细纤维混合提取物，均来自于男性。好的，我知道了，您受累啊。
上的2颗心都不言也不语，云层中交互光明，讲不出彼此的谜。地图上的2个人各有一番旅行，我们有过站不停，总在不舍中远离。习惯不告而别时，我和天空有约定，好像灯火阑珊的你，留住前方的原因。请记得，尽管夜再黑，尽管路不平，我会在这里。承诺过就无悔的人，不会枉付真情。别转身，继续追着风，继续往前行，我会在这里。千帆都过尽的黎明，是我诉说的憧憬。请相信，尽管夜再黑，尽管路不平，我会在这里。承诺过就无悔的人，不会枉付真情。别担心，继续追着风，继续往前行，我会在这里。千帆都过尽的黎明，是我诉说的憧憬。愿再见时的我和你，也无风雨也